那美联社报道，中国对世界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对比，让许多人第一次认识了中国海军的情况。美联社的这篇报道里面引用了美国海军情报局、检视防务和国际战略研究所这些权威机构的数据，将中国海军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做了个对比。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美联社报道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的对比。最近几天呢，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结成新的奥库斯军事联盟的新闻呢，引爆全球舆论。澳大利亚放弃与法国签订的600多亿美元的常规潜艇的建造合同，转而寻求英美制造的核潜艇，并且声称呢，就是为了对付中国海军，更加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那美联社报道，中国对世界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对比，让许多人第一次认识了中国海军的情况。这儿呢，先做一个声明，我下面所说的这些数字是引用的美国媒体的报道，并不代表着解放军的真实情况，所以请各位网友有所鉴别。美联社的这篇报道里面引用了美国海军情报局、检视防务和国际战略研究所这些权威机构的数据，将中国海军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做了个对比。下面就是这样一些关键的数字。水面战舰的总数到2020年底中国海军战斗舰艇的规模约为360艘，而美国为297艘。中国海军的战舰的数量将在2025年增加到400艘，到2030年增至425艘。航母数量，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其中5艘呢被部署在太平洋地区。中国已经拥有了2艘航母，正在建造第3艘。建造的速度，从2015年到2019年间，中国建造了132艘军舰，而美国呢建造了68艘，印度建造了48艘，日本建造了29艘，澳大利亚建造了9艘。也就是说，在这4年期间，中国建造的新军舰的总数与抱团访华的4国集团加起来相当。作为对比欧洲方面，法国在同一时间段里面建造了17艘新舰，而英国呢建造了4艘，其中包括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根据法国海军参谋长皮埃尔·范迪尔上将的说法，中国每年建造的新舰就已经相当于整个英国皇家海军水面舰队的数量。潜艇力量，中国拥有6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大约40艘攻击型潜艇，其中的6艘为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21艘攻击型核潜艇和8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主要在珍珠港海域行动。澳大利亚有6艘瑞典设计的柴油动力的柯林斯级的潜艇，已经过时。越南呢拥有6艘俄罗斯设计的潜艇，马来西亚有2艘。印尼已经从韩国订购了6艘常规潜艇，日本有23艘潜艇，韩国有18艘，新加坡2艘，俄罗斯有12艘。以上呢仅仅是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潜艇呢，俄罗斯和美国部署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潜艇呢并没有统计在内。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海军力量已经足够在亚太地区保卫中国。当然了，我们很清楚数量并不代表了吨位，吨位也不完全就是战斗力。我国海军战舰的平均吨位要比美国海军小，还有一些早期战舰的技术水平也不太高。但是呢，我们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因为还有下面的几个事实。第一个，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造船工业。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中国造船业近些年来每年下水船舶的总吨位，包括民用和军用的船舶，是美国造船业的大约100倍。美国民用造船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萎缩，目前呢只剩下几个军用造船厂和几个很小的民用造船厂。如果中国尽全力与美国开展造舰竞赛，美国完全不是对手。第二，中国的潜艇力量即将井喷。目前中国的核潜艇技术水平比不上美国和俄罗斯，甚至与英国和法国也有一定的差距。可以说这是中国海军最大的一块短板。但是根据最近1年的卫星照片显示，位于葫芦岛市的渤海造船厂已经大幅度的扩建。美国海军评估说，新建厂房足够同时建造6艘核潜艇。而位于武汉附近的常规潜艇建造基地也经过了扩建，可以预期在“14-5”规划中，我军的潜艇部队，包括核潜艇部队，即将迎来井喷式的发展。第三，中国舰队的结构更有利于分布式的作战。由于中国远程反舰能力的发展，美国海军被迫转向分布式作战，将有更多小型和无人战舰参与作战。与美国海军水面战舰的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不同，中国海军大中小型战舰全都具备，各司其职，这更加适合分布式作战。因此啊，在海军实力上，我们完全可以挺直腰杆面对任何访华势力。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